欢迎到 Z and Winnie 频道，我是 Z。今天呢会是一个蛮特别的一集啦。Z and Winnie 的 channel 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一个特别嘉宾。虽然 Winnie 没有在，但是我跟他会来做一个，算是之前我们有开箱过的一个访谈啦。其实我们看后面都看到我们是在拉丁顿这边了的。然后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呢？可能我们先请他进来 ，Kelvin。Hello guys， 我是 Kelvin， 相信少部分人应该有在另外一个 channel recognize 我这个比较 annoying 的声音啦。So yeah, thanks for Zack 的 invite， 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你们做一集 property review 啦。OK， 首先为什么我就来跟你们讲我会邀请他？那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蛮机缘巧合情况下认识的，就是去了一个 meeting。其实 Kelvin 他也是我的同事啊，然后 after that 我就 find out 他其实也是有 YouTube channel，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 clip 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有在做 YouTube， 我也是有在做 YouTube， 他是 property agent， 我也是 property agent， 然后我就有去看了你的那个 channel 里面的 content 啊，我是觉得他给的 content 就不会像一般的 agent 就是夸大其词，而且他的方向是往 investment 的角度比较多，我就想到说，所以我就邀请他来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开箱，但是可以让观众更知道往投资者的角度去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比较多啦，我会希望 Kelvin 是分享他的 thought， 往 investment 都好，自住都好，就让你们看到在我跟 Winnie 之间开箱的影片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就让你们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so that 你可以做比较 informed 的 decision。如果你是对这个 project 很有兴趣的话啦。也感谢 Zack 的 compliment 啦 ，OK， 今天也没有讲什么很深入的东西，只是 purely 跟大家 sharing 一下我的看法而已啦。当然 ，whatever 今天的这个 episode 我们所 share 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个人 filter 一下啦，在 after 你听了过后，因为毕竟个人看法这个东西一种米养百种人呐。我们今天做这个 episode 也不是说要强迫你去接受我们的观点呐，盲目跟随这样子其实没有啦。OK， 现在我是在 Larkin， 这个 project 是叫 Larkin Turn， 然后我后面就是 actual 的 project site Johor Golf and Country Club。就在我的左手边，然后我们现在就让 Kelvin 去跟我们分享更多往他的角度去看的，跟之前我们 review 的有什么不同。Let's go。 Alright， 那首先呢，要先跟你们講一下這一個地段的 5 big elements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食衣住行啦。那你如果今天從這一個方向順着下去的話，你就可以到 McDonald Taman Tasik， 也就是在隔壁這個 Petronas 油站的那個 McDonald 啦。你往下的話，就可以到 Paradigm Mall、Sutra Mall， 像這些地方呢 within 大概一個12到15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了的。那假如你今天是反方向回去波底的那個 direction 來講的話啦，你就能去到 KSL Mall、City Square， 還有就是包括我們的 CIQ 咯。當然 it depends on 那一個 traffic 到底 crowd 不 crowded。Based on 我們的測試來講的話 ，within 大概一個15分鐘車程左右，這3個地方都可以達到的咯。那在 Larkin Turn 它還有一個 element 我可以說在大多數的大曼是非常稀有的，就是 play element。這個方向你走下去的話啦，就是 Johor 其中一個最 exclusive 的 Johor Golf and Country Club， 它是在 Johor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 Golf and Country Club， 1968年開始了這個 Golf Club， 然後到現在為止已經運行了24年。第二個原因為什麼我會講說它是其中一個最 exclusive 的 Golf and Country Club， 是因為在你印象中啦，一個 Golf and Country Club membership 一年會花你多少錢？我Johor Golf and Country Club 的話啦 ，standard 一年的 membership fee 的話啦，是在一年5萬塊錢一個月。By the way 是 Ringgit OK，if 你是 foreigner 啦， let's say 你是 Singaporean， 你要進來 sign up 他的那個 Golf and Country Club membership 來講的話，一年就要花60錢。One more good thing about this 是什麼？是今天你的家 walking distance 就可以到這個這麼 exclusive 的一個娛樂場所了。除了這些我們講說shopping mall 幾靠近你以外啦，還有就是上班的這個東西肯定少不了就是什麼？就是醫療方面那這一邊其實最靠近的 hospital 的話啦，主要會有2個，一個是 KBJ Specialist，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在波底的蘇丹阿米娜 Hospital 啦。那這2家大醫院其實距離我們的 site area 僅僅只是需要一個7到9分鐘的車程而已啦。我相信有些人可能買來這邊是 for family stay 的，可能你有小孩子，你可能也或許會擔心說，未來我的孩子要上學的話怎麼辦呢？我們的 site area 你要是說要去我們本地著名的寬柔1小2小3小，甚至是寬中來講的話，都是非常之靠近我們的，也是 within 一個10到15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達了的啦。可能有的
的人啊，就会丢出一个质疑，讲说，我之前驾车来你们 side area 的时候哦，我都感觉啊，你刚所讲那些地方离我很远的嘞。这个如果你讲说以体感的感受来讲的话啦，我承认啊，它的确是有一定的 legitimacy 在那边啦。不过发展商呢，在过后 side area 不远之处啦，就是大概几百米的距离哦，会有起一个新的一个 U-turn 的桥在那边。意思就是说啦，这两个 future 的这个 U-turn 的那个桥嘞，好处在于就是哦，它可以 further 缩短你的行驶距离啦，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子这么远哦。你过后不管是要去到对面 Larkin 啊，还是从 Larkin 对面回来，我可以说哦，会大大增加你的方便性咯。OK， 这个时候哦，可能你们第一个会质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啦，喂 Kevin， 为什么你还要特地讲所谓的 5 big elements 呢？这个5 big elements 呢，我之所以会用的原因是因为哦，我给你用一个很 systematic 的方式啦，去 list out 讲说到底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讲是真正意义上的方便性。我相信啊，人的方便性哦，大多数都离不开 live, play, work, health, study。其实在这边基本上哦，5大 element 都有到完了的。One more thing is that 啊，今天作为一个 investor 来讲的话啦，就会问讲说，这个东西 seems like benefit to own state buyer 嘛？这样对于你 investor 来讲有什么好处呢？对于 investor 的好处就在于哦，它今天可以 act as 一个 magnet，吸引更多人群进来。只要今天 live, play, work, health, study 的东西哦，它都有满足到完来讲的话啦，买房子做出租，你就能吸引到更多人会想要来这边租你的房子住咯。摆在这边哦，各位，并不是哦所有的单案呢都可以凑齐5 big elements 的土地大小限制的关系咯，所以变成说你会看到啊，有一些单案，你讲说 live, play, work, health, study 里面哦，为什么它只占3个啊、2个甚至是1个 element 而已的？其实是很正常的啦。比较好的那种标准来讲的话哦，5个里面有占到至少2个3个，或者是你 aim for 那一些是 upcoming， 它可能会有多1个2个。甚至可能3个 element 是 on the way 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哦，它过后会建 shopping mall， 它会建 office tower， 甚至它可能会建学校。这种来讲的话啊，这一些都是属于 OK 的啦，只不过 apply 在不一样的情况而已咯。那现在我就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 master plan 啊，它是一个68个 acre 的占地面积，给你们看一下整个发展。其实它就是在 Johor Golf and Country Club 的前面的这一个部分啊，这条路哦就是叫做 Jalan Tun Abdul Razak。现在我们concentrate 的这个整个 phase 哦是 very first phase， 就是这个 Edison 那一边就是 Edison West 跟 Edison East。这里哦，在未来啦，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边这个部分啊，会有一个 hotel 的发展，就是 hotel convention hall。后面这2栋哦，未来的这些透明的全部都会是 luxury 的 service apartment。中间这一个部分，在未来会是一个 shopping mall。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在第1期要做 service apartment， 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如果你没有人潮的话哦，是没有办法可以去approve一个 shopping mall 盖在这边的。That's why 在 very first phase 哦，一定是要有人潮先。其实 mixed development 的初衷哦，第一，它是为了要改善你周围的方便性啦。Larkington 这整个 township 就是 including Edison East、Edison West 在内来讲的话哦，我们的发展商 WCT 对于 Larkington 整个的 vision 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小镇 concept 哦，其实是为了要摆脱我们 JB 人对于现在 Larkin 的那个固有的形象。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它 build 一个小镇而已，它还特地把这整个小镇的位置啊挑在 Johor Golf and Country Club 的后面。也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小镇的关系，所以变成说它需要 office tower 啊、hotel 啊，甚至是 convention center 咯。为什么？因为今天要是说啊，你这整个土地啊全部都是 residential 的话，这样坦白讲一句啦，你也只是普通卖人家一个屋子而已咯。那如果说今天你在建房子之余，你又可以提供它附加价值，好比如可能公寓楼下的 retail、隔壁的 office tower、酒店，甚至是加买 convention center 来讲的话啦，你看啊，同样是卖这月供1500块的 product， 人家月供1500块只是卖你一个屋子，可是这边月供1500块给你的是多元化的一个设计，难道不是更好咩？再加上由于 Larkington 它是一个全新的小镇的关系 ，mixed development 的另外一个初衷就是哦，为了要让你们在尽量减少开车的情况下，在 within 这个范围之内满足你们的食衣住行。那当然现阶段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起来，这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开车去其他地方解决你的食衣住行啊，这个是可能
我们开始必须要先忍受的这个东西啦。不过各位你们看看，以长期来讲的话啦，未来即使不开车都好 ，within 你家的可能我说 walking distance 的范围以内，都能去解决你平时日常生活吃东西、买东西，甚至可能 weekend 的一些娱乐方面的东西，这边都能做到。OK， 这个环节呢就去跟你们解释一下啦。今天呢 ，no matter 你本身是一个 investor， 或者甚至是你只是乖乖的想要买一间房子做自住的 OC buyer 来讲的话啦，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 township development 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利大过于弊的一个设计 ？Let's say 今天这一栋公寓它卖500千，这样我们讲说你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土地有空地的话啦，发展商起同样价位500千的公寓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好？而且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一个 win-win scenario 嘛。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希望这样的情况呢？那个根本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巩固周围这边的价位，就是我们要给人家知道 first impression。The moment 你踏进来这边的话，大家都是卖这500千，所以你的 pricing 来讲的话啦，也同样是要在 at least 500千起跳。那换作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啦，同样的是这边我们有一栋公寓，它也一样是卖500千，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啦，你的前面、后面、左边跟右边那块地只卖300千而已而且同时是在短时间之内fully sold out来讲的话啦，各位，你认为你这栋500千的公寓，它未来升值还是贬值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呢？所以为什么今天你的公寓周围要是被比你更低 category 的产品，或者是甚至是比你更低价位的产品包围着，同时福利收好，会对你的这种 building 未来会很大的影响。原因是因为周围的 building 它固定化了你这边的人的负担能力。刚刚我们讲说最好的 scenario 是什么？是不只是我们，而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一起我们都卖这500千的价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巩固这一边的入场价了嘛。以长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的。那万一换作是一种情况是，只有你一个人卖500千，周围的人都卖300千来讲的话啦，很直白的，我这边的入场价只是需要300千而已你看你的邻居卖都是卖这个价位吗？如果我今天有的选300千的话，为什么我要特地花多200千买一个相同的东西？人家还会怀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你周围的邻居卖300千，你一个人卖500千而已这样你会不会是那个卖 overprice 的人呢？所以各位你们看到了吗？这个就是 township 的美妙之处。发展商希望通过控制你周围的土地让到你的房子以长期来讲的话啦，我们不要讲说升值啦， but at least 在保值方面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在那边的，而并非是让周围更低廉的产品包围着你，导致到说你的房子可能在以长久性来讲的话，甚至连保值都做不到，还会让到你的房子去贬值啦。Alright， 第一个要带你们看的房型呢，就是 Studio Unit。我们一进来的话，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这个客厅咯，旁边这一边的嘞就是我们的 dining area， 在旁边过去一点点，这个就是我们的厨房咯，很 typical 的一个 studio design 啦。不过我为什么个人会非常喜欢这个 Studio Unit 是因为各位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空间感它其实是偏四方形的。这种四方形的格局的话啦，其实在成本上来讲的话不太 make sense， 因为毕竟宽度比较宽，一栋楼里面它能塞下的单位数量不多。对于你们的好处在于哪里呢？就是密度比较低咯。这样如果你本身是拿来做自住来讲的话这样子的房款你也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些。接下来这一边呢，很 direct 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睡房空间了。Alright，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个 remark for 我们这个 studio unit 它其实是有 balcony 和 non balcony 的单位给你去做选择的。通常很多人他们都会买 studio 来做 property 的 investment， 所以你是非常赞同这一点的吗？还是你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between 这个 studio 拿去投资跟自住 for studio 的房型以自住来讲的话啦，我觉得那一个人群还是比较停留在单身人士、小两口。for 做 Airbnb 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 Airbnb 要看地方，不一定说每个地方做 Airbnb 都会赚钱的啦。现在讲回到 unit 本身的话啦，我个人会这样子讲for 投资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个路线的人。在 market 有的人他投资房地产他会有所谓的 flip and keep property， 有一些 property 是他希望买来做纯收租金的，有一些人呢，他买那个房地产是希望说，可能我现在买300千，他希望过后可以买在400千、500千就是房价的 appreciation 升值那一方面这样子 studio type 是不是非常适合投资的？由于 studio 它人群比较受限的关系，以一个增长率来讲的话 compare with 两方的房型来讲的话，肯定它的优势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高咯。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间房型每个月月供大概1500块左右来讲的话啦，这个投资来讲的话是非常之保守的OK， 如果说你今天是以一个 first time investor 的身份
你想要买一间房子做投资来讲的话啦，你先不要管哇人家的2房啊3房可以赚多少钱那种很 ridiculous 的 ROI， 作为一个 first time investor 哦，你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什么事 ？within 我现在接近白纸一窍不通的知识加买能力来讲的话，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更加容易上手的？就是讲 first time investor 会比较适合拿这种studio房型来做他的第一个 investment 的感觉。对我个人是非常之建议的啦。Alright， 现在呢要给你们看的这个房款呢，是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2房1厕的房款呐。So first up 进门的时候也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厨房的话呢，其实跟刚刚 studio unit 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这个会有一点点 segmentation 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刚刚因为 studio 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开放式的空间嘛，所以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这一个的话就稍微有一点家的感觉啦，就是它有清楚分给你知道说这一边的话是厨房的 area 这样子咯。So那一边的话就是它的 aircon ledge 的位置啦，这一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放洗衣机，然后那些朋友如果你要问我讲说衣服在哪里晒的话，你买一个烘干机啦，现在很少人住公寓哦会买那个晒衣架晒衣服的，真的很少了的啦。And now we are entering to这一边的话就是它的 dining 跟那个 living room area 咯，2房1厕的房款啊，我们所有的单位哦是没有 provide balcony 的，所以它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studio 和等一下要 show 给你们的那2房2厕的房款啊，就是它是有 provide balcony 和 non balcony 的单位给你做选择的，所有2房1厕的房款啊是没有带 balcony 的啊。And then now walking into it， 首先你会看到哦这一个 master bedroom for 它 master bedroom 啊，客房再加买客厅的 guest 哦，是同用这个 common bathroom 的。那再来第二个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空间。那换作是那些朋友，要是你跟我一样啦，有那个需求是你时常需要在家里可能录 podcast， 或者是你需要一个 home office space 来讲的话，这一个房间的那个空间哦，是非常适合给你去做这样子的规划的。这样子的2房1厕啦，通常以投资者的角度去看，是不是最好卖的一个房型？如果今天你可以用 homestay 的角度去分析说这个房款可以适合这样子的人的话啦，基本上你就知道你的investment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风险，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低风险的咯。这样子的话是属于保守吗？我个人会觉得它是不会到好像 studio 那么样子，因为 studio 真的是偏保守。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可攻可守的房型，因为它这个不只是可以 serve for investor。你今天如果是讲说这个房款你要去 search for homestay 的 buyer 来讲的话，也 OK。so 现在呢要带你们看的就是 Edison West 最大的2房2厕的这个房款。很多人呢的 moment 踏进来哦这一个 show unit 的时候啦，他们第一个会在看的就是刚刚2房1厕厨房这样大搞，这个怎么变到这样小区的？因为它的厨房呢是坐在由于2房2厕哦，发展商的 setting 啦，它是希望可以让更多自住的 buyer 来买这间 unit for 他们的自住的用途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 yard 哦，跟前面2款房型相比的话啦，它有 further 拉长了。So 接下来 what you see over here， 同样的就是我们的客厅咯。So 发展商它也没有来说特地的来比较偏心这样子啦。可能小的房型，它就给你比较大的客厅，然后过大的房款就可能会把那个客厅的位置further缩小啦。同样都是4房型的格局咯。接下来呢，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很喜欢的，毕竟2房2厕嘛，所以它肯定有一个自己的 common bathroom 咯。for 这个2房2厕的话，它就不一样，就是 master bedroom 有自己 standalone 的那一个 bathroom 以外哦，外面这边他们也有做一个 common bathroom， 是专门 for 你的这个客房和外面的客厅的 guest 自己用的咯。接下来这个就先带你们看它的客房啦，所以这个客房跟刚刚那一个2房1厕的话，也是同样的大小，要塞一个 queen size bed， 还是你想要这样子的 double decker 的话都没有问题。And now finally we are entering the master bedroom，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 master bedroom 主打是什么？像我刚刚讲到的，自己有带一间厕所的啦。假如你本身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design 来讲的话，2房2厕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选择咯。OK， so Kevin 看完了这个2房2厕哦，你会觉得
这一间房款啊会比较适合是自住类，还是比较适合 for investment？作为一个 on stay 的 buyer 来讲的话啦，我相信哦，你一看到过后啦，你会非常之喜欢。投资那一方面的话啦，我个人会认为哦，这一个房款啊，要是你本身是 experienced investor 的话，我觉得 OK。两房哦，我讲坦白一句啦，为什么我会比较建议 experienced investor？是因为它的房价也不便宜，月供的话差不多3000多块。本身要是说是 first time investor， 对于房地产投资你没有什么概念，这个可能也是你第一间投资的 property 来讲的话，我会更加倾向于的就是你买好像比如我们的那个小的 studio 的房型咯。OK，so 这个就是 Kelvin 的见解 for on-sale investment 的角度，我自己也是受益不浅。OK， 好，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希望你们可以从 Kelvin 的身上看到我跟 Winnie 分享的不一样的观点。For 那些朋友，要是你对 Edison West 的单位你有兴趣，你要来做 viewing， 我们在 video 下方的 description box 有放了一个 sign up form 的 link。Once 你 register 了这个 sign up form 过后啦，我们会在 within 24小时的时间里面去跟你们取得联络，然后 provide 你们更多 information and also 啦，帮你们安排一个时间下到来这边去看看一下这一边的秀影咯。So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记得去追踪一下 Kelvin 的 channel， 因为他那边其实有更 deep 的一些关于 investment or property 的 topic， 你可以从那边学到蛮多东西。So 很 suggest 他的 channel 给你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的话就给个赞，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咯。Yes, do not forget like, share, comment, and also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啦。拜拜。